嗨，我是老板。上次我们拍了一集合拍指数，请大家可以先列出自己的择偶条件，然后再往这个大方向去找，比较容易恋爱顺利。结果很多人问我说，可是不知道怎么列条件，不知道怎么挑，因为总不能就是列高富帅跟专情吧？对啊，对，感觉只有这个条件吗？其实不是啊。我发现大家太狭隘的被绑在这种物质条件上面，我的条件会有很多别的事情。那我干脆来分享一下，如果是我会怎么挑好了。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也可以追我的 IG 哦。好，第一个我会列就是有喜欢的感觉，有心动的感觉，对他有好感。因为很多人都在上一集说啊，不是啊，列了一大堆条件啊，如果我又不喜欢他或没好感，那在一起干嘛？同学，你不能把喜欢他、有好感列第一个条件吗？一定脑筋要这么死吗？只能列物质条件，然后结果你不喜欢他，那你不可以把喜欢他列第一个条件吗？好奇怪呢，真的是要怎样讲你才会通啊？生气了有没有？第一个我会觉得就是我要喜欢，我要看得顺眼，我要有想跟他在一起的感觉啊。对，没有的话，老实说，真的你再优秀也不关我的事，你可能只是我的合作伙伴或很欣赏的朋友，可我不会想跟你发展别的关系嘛。那我肯定是我对你有想发展男女之情啊，不只是欣赏你是一个很棒的男生，而是我在想有没有可能跟你在一起啊？对，我有对你有非分之想啊，可不可以？可以，对不对？对不对？有些男生看到某些女生对条件很好，可就不想追她。那他再好也跟你无关嘛，对，就是一个很欣赏的对象嘛，所以这个可以列在第一个啊，然后再看要不要发展下去这样子。那有没有感觉是怎么造成的？这是每个人不一样，可能也许他很有自信的样子吸引到你，或幽默感吸引到你，甚至搞不好只是讲话声音就迷死你，是不是？有可能啊，人都会有一些自己的魅力，那你可能被那些魅力电到嘛，对，他就产生了非分之想嘛，好，就开始有了好感。我会觉得这应该是第一关啊。第二点我会列有话聊，可以相处愉快。刚刚虽然有好感被电到了，搞不好一见钟情，或者是觉得好像对他有很多的幻想，相处过后有时候会发现破灭嘞。我之前有跟一个暧昧的男生出去，从头到尾都是我在讲话，他不接吗？他都接不到接不到，连他很安静。我跟你相反是他一直聊，然后你不想接，我就不想听了。对，所以我才说一定是先嘛，有感觉嘛啊，因为这种感觉有时候来得快去得快，你知道吗？有时候一相处就发现那个感觉没有了，停留在那里就可以了。我刚讲这个是聊得起来，然后相处愉快，听起来很广泛，对不对？可是其实很难哦。为什么？因为你跟一个人要聊得起来，相处要可以愉快，基本上你们可能要懂的事情有够多嘛。如果你讲的事情他都听不懂，或他讲的事情你都听不懂，其实你们基本上是聊不起来的。光是聊得起来，就表示你们的文化水平有在一个程度上，你知道吗？感觉是平常两个人有在看类似的东西。对对，你们的可能是类似的领域，或者是再怎么样，你们知识水平有在同一个 level， 不然其实是真的会聊不起来的哦。然后相处愉快，这个后面有什么价值观哦？你价值观不一样，你不可能愉快哦。你可能听到某句话就一把火，你怎么会这样想？你怎么会有这种观念？你就会生气啦，或是政治立场搞不好马上就一触即发，就是三观啊，各个方面啊，你都要有一个差不多的概念，其实你才有可能相处愉快。要愉快没有那么容易的，你以为要愉快很容易吗？那不是装出来的。第二点就有点难。对，所以我这个第二点看起来很广泛，其实包山包海，我是这样子列的。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太包山包海，你可以再列细一点。那这个就会影响我刚刚的一还存不存在。好，所以这个有一个顺序的哦。然后相处愉快也会影响到幽默感，所以我的幽默感他 get 不 get 得到？那他有没有幽默感？可不可以回我话？我们讲话才会有火花嘛，不然就会很无聊，就你一个人在搞笑，然后他也不笑，然后或者是他觉得很好笑，可是他都不会反馈，球打过去都接不回来。这个就会使你好感慢慢的下降，就觉得好像还好。所以其实这一关叫大家就是相处的时候暧昧期拉长一点，你不要一下子就爱上他死心塌地，就是你在相处的这个过程中，你才有机会去发现你们其实三观合不合啊，幽默感合不合啊，有没有话聊啊，相处起来会不会愉快，多一点探索的时间，不要一下子就立刻正式交往，或者是一下子就觉得就是他了，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我就嫁给他什么。这个暧昧跟相处拉长一点，你才会能确定你到底有没有那么喜欢他。但我要提醒一下，叫你跟他相处，不是要找一个三观一模一样或思想一模一样的人，因为没有这个人，没有人会想的跟你真的一模一样。我们可以相处愉快，只是因为我们可能差不多，但是小细节一定还是会有不一样。可是至少大方向上面的大的价值观跟对大的事情的认知可能会差不多。你不能要求跟你想的一模一样，没有这种事哦。如果真的一模一样，那其实也不好玩。不要去期待合拍指数很高或我们很适合，就是要我们很像，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是大的方向、大的观念可能差不多，那小细节我们都可以再相处、再磨合嘛。但你大的事情就已经落差很大，后面变共嘛。第三点，我会考量他的职场表现。这个东西并不是要考量他赚多少钱，所以就认定他的价值。是我觉得一个人他重不重视自己的事业，他在这个社会上面有没有贡献他的产值，然后他对于职涯有没有想法，
他有没有去想过自己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然后要有怎样的发展？他有没有规划人生的能力啊？还是他就是没有啊，就随便啊，就反正就先这样？他是很迷惘的活着，还是他有想法？他正在努力实践中。他不一定现在赚的很多，可是他是不是有在想？我会觉得这很重要，因为代表你是不是一个对自己人生有规划的人。然后我可能会去了解他的工作跟取舍，就是我觉得一个人他最后会成为什么样子，是他人生一路上他做了什么选择，他选了什么，然后他不要什么，这个取舍的能力很重要。他做了哪些决定，或是他付出哪些代价去追寻什么事物。这个要聊很深才会知道。要聊，对啊，就聊说，他以前做什么，或者他以前念什么科系，然后他可能为什么选这个科系，那他为什么后来选择出国念书，或是为什么不要出国念书，或是他为什么离职，他因为什么离职，然后而做现在的工作，或他以后还有没有想要再换别的工作等等，其实都是他有没有在规划他的一生啊。你要想，如果他都没有规划啊，你要跟他继续走下去，你们有可能会在一起很久，或是甚至你会想要跟他结婚啊，他都没有在规划他的一生啊，你要跟这样的人共组家庭，会是好事吗？那你也可以反思自己，我今天列了这些条件，那你自己有在想你的人生吗？还是你都在想着恋爱而已，可是你都没有在想跟怎么样的人恋爱你才会更好？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男挑女，女挑男啊，我都会挑就是有上进心的，对自己的事业是看重的，然后对自己的人生有想法的，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列为你观察的一个条件之一。第4点是他的人格特质。什么是人格特质？就是一个人的灵魂是什么样子的。那灵魂是什么？每次大家都会问怎么看，在哪是什么？如果大家想深入了解这本书，我的这本书《独立不等于跟爱情势不两立》，这本里面有讲到怎么看他的灵魂。我先跟大家讲，我发现大家都会看家世背景、社会地位、赚多少钱、长相长得怎样、身材怎样、身高多少，这些都是外在的，统称为外在条件。那灵魂就是脑袋装什么，心在想什么的意思。例如什么，我列给大家看：他的性格、他的才华、他的上进心、他的幽默感、他的处事态度、他的情商就是 EQ、他的道德感、他的生活历练，这一些组成了他的灵魂跟思想。也就是除了外在条件以外，他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因为外在条件有时候是家世背景给他的，不是他自己得到，他也没办法选择。那我刚讲的这些才是真正的他的样子。白话翻译一下，就是他脑袋装什么啦。我觉得我们要更注重这些，因为我每次讲这个，很多人都会我没想过要注重这些。前几天才有一个女粉丝跟我说，她一直遇到渣，我就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她说她每次都遇到渣，我后来就跟她一起抽丝剥茧，你的择偶条件是什么？除了物质条件以外，都没有任何的内在条件，就是她都看我刚刚讲的家世背景、赚多少钱、事业好不好，她觉得这些就是可以代表一个男人好不好。我说等一下，所以你不看他有没有道德，你不看他有没有品格，然后你也不看他对女生的态度，你也不看他会不会干非法的事哦。他说我想说一个人赚很多钱，应该这些就是很好的。他把在社会上面很成功赚很多钱，等于这些就都会很好，所以他只看外在不看内在，然后就不断的遇到渣很合理啊，因为你又没在管这些，你只看外在，只看物质，只看外表，那当然你忽略的事情就一定会反噬你。所以我才说你要看他的灵魂是什么。如果他的灵魂不好，他的外在再好，还是有可能是一个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恋爱？你发现你恋爱都遇到渣，你就要注意我的择偶标准是不是有问题。我刚刚讲的这些灵魂，就是指外在条件都拉掉的情况下，他本质是一个怎样的人，就是看到一个人的本质咯。那我觉得一个人的本质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即便他现在可能还没成功，但我会觉得他是一个潜力股，因为他的灵魂很棒。可是现在很棒的家世背景给他的，但他的灵魂很糟的时候，我觉得他会失去他，会毁掉他。所以我会跟灵魂很棒的人在一起，即便你现在还没那么棒，物质条件还没那么棒，可是我会觉得你不会太差。但是你现在物质条件很好的人，如果你的内在扛不起这一切，终有一天也是会毁掉。所以要学着看灵魂的东西。最后我还是想要强调说，就是没有一个为你量身定做的伴侣啦，就是没有什么都好的啦，他也会有他对应的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再去磨合跟沟通的时候，因为磨合是需要时间的你得先真的在一起一段时间才会发现，他哪一点真的是很生气，常常会吵架，吵不完自己也有自己也有一些问题是会吵架的。那如果你们的大方向都很适合，你们会去选择说，那我们还要不要继续下去？那你们就会愿意一直去沟通，一直去磨合，即便你们一直在吵架可是你们还是会下一个决定是，可是我们还想继续。那如果你们在磨合的过程中发现，我真的是受不了了，我真的是不想再为了这件事情跟他吵了。好，可能其中有一个人会觉得我不想努力了，我太累了。好，那有可能你们就会分手了。所以也不是你列完这些条件，你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伴侣，不是的，你还是要去相处、去沟通、去磨合、去碰撞，然后还能不放弃。只要有一个人放弃，好，
那还是刚刚又从零开始？这就是感情啊，这就是恋爱啊。那我们恋爱是在做这个过程，不是真的只有粉红泡泡，什么列完条件我就会幸福美满。没有，中间还有好多要努力要一起走的路啊。相处才是最难。对，列条件那个还只是了解自己想要怎样的人而已，跟你会不会直接就找到一个100%适合你的伴侣无关哦，它只是起头而已哦。然后没有100%适合你的伴侣啦，都是要磨合的啦。刚刚这些就是如果是我自己择偶，我可能会列的方式，而且这也是我离完婚之后才懂得会看的。以前真的小女生20几岁真的不会看，真的也不懂。刚刚列的那些基本上就是包的很大很大的元素。那如果你想要再把它列细一点，你可以例如刚刚的人格特质里面就可以列很多细的出来，例如刚刚要相处愉快里面也可以列很多细的出来，可以帮助你了解自己的需求。但是不符合你条件的，你会不会对他有感觉？有哦，很多时候都会跟完全不符合条件的人在一起，没错，对不对？那就进到我刚刚讲的嘛，相处看看嘛，暧昧看看嘛，出去约会看看嘛，你就会知道你到底有没有那么喜欢他了。但首先要先了解自己，知道自己喜欢怎样的人哦。希望大家列完之后，去寻找的过程中都能恋爱顺利啦。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也可以追我的IG哦。